来，让姨婆抱抱。姨婆给你买了好玩的玩具，还有新衣服以及金手镯哦。海玲说她洋洋的玩具多的都放不下了，你还给她买玩具？她衣服也很多，穿都穿不完，根本穿不完。小孩子大得快，很快就不合穿的了。洋洋再多的玩具也不是我买的，我第一次当姨婆，总要送点东西给洋洋的。洋洋的衣服多到穿不完，还没有开始穿就不合身了的话，你和陆总早点结婚，生个二胎，让二胎接着穿呗。凤晴打趣的道，都说一孩新，二孩就三孩四孩补烂绣，洋洋的还是新衣服，给你二胎接着穿也没事。海玲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，陆东明笑咧了嘴，他也想和海玲生个娃，当然要海玲愿意的前提下，他要是不想生二胎，他不会勉强他，就把洋洋当成亲生儿子看待，这么小开始养，感情一直好，洋洋也不会被养歪的。陆总，这些是给你的见面礼。凤晴示意方瑶将陆东明的见面礼交给他。陆东明笑道，我这么大个人了，也有见面礼啊。凤晴笑，你再大个人，在我面前也是晚辈了，我是当长辈的，给晚辈见面礼那是应该的。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方先生就给你备了好烟好酒以及一些营养品，希望你的脚伤快点好，然后娶海玲过门，我还等着喝你们俩的结婚酒呢。海玲说我和东明不着急，倒是你28、9岁了，该谈个男朋友，要不要我们帮你介绍几个优质男认识认识？凤晴连连摆手求放过。他说道，海玲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，我不能嫁人，只能娶夫。优秀的男人很少愿意当上门女婿的，愿意当上门女婿的，要么是不咋样的，要么就是带着企图的。我平时够忙的了，哪有心思再和枕边人斗，所以我不想娶夫，也不想结识优质男，怕自己爱上了，人家又不肯嫁给我，我岂不是自讨情伤？我呀，还是跟你说的那样去做，最好了，不会妨碍他结婚生子。我的孩子又不用他负责养，可以当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，他就是借个种而已。我点好了菜，让服务员上菜，咱们边吃边聊。海玲换了个话题，洋洋在场，他们也不能聊得太深。小家伙是不懂情情爱爱，但他会听，会搬，万一小家伙将他们聊天的内容往外搬，那就太丢脸了。陆总和洋洋什么时候回去？凤晴问着，他又伸手摸了摸洋洋的头，洋洋是越来越俊了，跟你妈妈长得很像。洋洋自信的道，我是个小帅哥。凤晴哈哈的笑，那是咱们洋洋就是个小帅哥，越来越帅，长大后绝对迷倒一卡车的女人。傍晚就回去了，海玲给儿子加了点菜，也给陆东明加了菜。陆东明看他的眼神含情脉脉的，挨着陆东明的方瑶不受影响，淡定的用公筷给凤晴加了些菜。海玲留意到方瑶对凤晴的体贴，给凤晴加鱼的时候，他会很细心的挑掉了刺，再将鱼肉放到凤晴的碗里，加了带有骨头的肉，他也会先去掉骨头，然后肉放在凤晴的碗里，吃点海鲜什么的，他也帮凤晴处理好再给她吃。凤晴顾着和海玲母子俩说话，没有留意到这些，只知道自己碗里总有她爱吃的菜，而且吃起来很方便，不用吐骨头，不用挑鱼刺，只要吃就行。她喝完了汤，汤碗里很快又会添上半碗汤。身为过来人的海玲，就像凤家主那样，看出了方瑶对凤晴的情谊。凤晴可能没发觉，回为方瑶是她的全能助理，她可能觉得方瑶这样照顾她是理所当然的事，因为全能助理也包括了生活上的照顾嘛。饭后，陆东明和方瑶在闲聊，海玲带着儿子和凤晴坐到了一旁去，也是聊着女人间的话题。
洋洋玩着凤晴送给他的新玩具，海玲揽住凤晴的肩膀，两人很亲热的样子。他附在凤晴的耳边小声说道：“凤晴，你不想娶夫，不想嫁人，只想借各种生个女儿。我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，说来听听。你想你女儿聪明吧？你是个很聪明、很能干的人。方先生比你更甚，你真要借种，可以向方先生借几回，保管你们俩生下来的女儿。聪明绝顶，凤氏就后继有人了。”凤晴眸子急闪，昨晚老娘跟他说，方瑶对他有情，问他对方瑶有什么想法。今天跟海玲一起吃饭，海玲也撮合着他和方瑶。不过海玲的话也有道理，方瑶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他很多事情都需要方瑶帮忙，才能办得妥妥当当的。他想知道的人和事，问方瑶，他准知道。他不知道的也会马上去调查，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他答案。方瑶的基因很好，跟他生个女儿准是个厉害的。海玲，咱们俩严格来说是敌人，你建议我生个厉害的女儿，不想和我争啊？凤晴笑，还是你和陆总也打算生个女儿？咱们俩分不出高下，再让咱们的女儿分个高低。海玲松开了揽着他肩膀的手，好笑的道：“咱们俩就要分个高下了，哪里用得着咱们的女儿？我和东明还没有结婚，暂时不考虑生孩子的事。就算生孩子，谁能保证一定能生个女儿？万一又是儿子呢？陆家生儿子的基因也挺强大的，虽没有像战家那样是个和尚庙，但是陆东明的侄女儿还是很少。侄儿数量居多，他有7个侄儿，2个侄女，男女比例过于明显了。陆太太自己生了4大金刚，没有女儿。我妈让我打压你的生意，你可得做好准备。我出手了就毫不留情的，总要试试你是否值得我当成对手。凤晴忽然说道。海玲笑，你尽管放马过来，我也需要点实战经验，在管城。我的生意太过于顺利，没有什么成就感。在管城，他开家店，开家餐厅，生意都是极好，都有妹妹夫妻俩的影响。哪怕他相信自己的本事，也不能抹掉妹夫带来的影响。在管城有海童夫妻俩罩着你，你做什么都能顺利，是没有成就感。哪像我在自己家里的公司，都困难重重做出成绩来。别人也说我是霸占了别人的功劳，管别人说什么？你知道是你付出的努力就行。凤晴笑，我不在乎，在乎的话，也坐不稳凤家少主这个位置。海玲拍拍他的肩膀，加油，共勉。2个人是竞争对手，但也有对彼此的欣赏之情。不管是海玲还是商太太，都觉得凤晴执掌凤家的话，凤家会比现在好很多。但是他们是上任凤家主的后代，他们需要弄清楚上任凤家主是死于意外，还是真被凤晴的妈害死的。他们要个真相。如果上任凤家主真被凤晴的妈害死，他们自然要替自己的先辈讨公道。至于下一任的凤家主之位，能拿回来自然拿回来，不想拿回来的话，留给凤晴也行。商太太的意思是拿回来，让海玲上位，执掌凤氏一族。海玲和凤晴的争斗，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有结果的。凤晴内心深处也不想要凤氏，只是身为凤家女，她别无选择。她既想海玲上位，又怕，不是怕海玲上位会弄死她，是怕真相大白时，她的亲妈害死了海玲的外婆，他们之间就算是亲戚关系，也会成为仇人。上任家主一家人，除了2个女儿都死了，太惨。换成他是上任家主的后人，也会恨得牙痒痒的，哪恨和仇人之女和平共处。快放寒假了吧？放寒假接洋洋过来玩吗？放寒假我都要回管城了，还接他过来做什么？江城太冷，
偶尔过来待个1-2天还好，长期待在这里，我怕洋洋受不了。海玲其实是不想儿子经常来江城。凤晴想了想后说道，也是，江城太冷了，没有管城暖和，我都想去管城过年，暖和。海玲邀请地道想去就去，可以住在我家里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就我和洋洋住，家里多的是空房间。凤晴默了默后说道，还是算了吧，我妈不让我和你走得太近，她时刻都在提醒我，我和你是敌人。说完后她又叹口气，海玲，我并不想与你为敌，很想就像亲戚那样来往，没有人想与别人为敌的，海玲何尝想与人为敌？我妈过2天会出一趟远门，说要去见一个故人。凤晴忽然说道。海玲眸子闪烁，并没有问下去，却将这话放在了心上。洋洋想不想出去逛街？姨婆带你出去逛逛好不好？凤晴问着小家伙。洋洋抬头看了他一下，又去玩他的玩具，答道，姨婆，我不想出去了，外面好冷，还是酒店里暖和舒服。不喜欢看雪了？喜欢，不过好冷，长期生活在冬天都有10几度的管城。洋洋来了江城，除了刚看到雪时很开心，玩得不亦乐乎的，兴奋过后便是冷，哪怕穿得很多了，他依旧觉得冷。上午我和妈妈还有陆叔叔也出去逛过街了，这才是洋洋拒绝的主要原因。凤晴笑道，那行，下次有机会，姨婆带你去儿童游乐园玩。好啊，洋洋爽快地答应了。凤晴在丰泽大酒店待了2-3个小时，便告辞而去。上了车后，凤晴对方瑶说道，方先生，带我去江城最大的室内儿童游乐场看看。方瑶偏头看他，问道，你想去玩？凤晴抿抿嘴后说，我不玩，但我想看孩子们纯真的笑容，才能治愈我这颗千疮百孔的心。大小姐说得太严重了，年纪轻轻的别说那么沧桑的话，我是经历了很多，人未老心先老了。方瑶笑道，等会儿到了游乐场，大小姐也可以玩个遍，我陪你。好，大小姐系好安全带，我准备开车了。凤晴便动手系安全带，系好安全带，她抬眼看方瑶，忽然说道，方先生，如果我跟你借个种生个娃，你愿意吗？刚启动车辆的方瑶瞬间又熄了火，他偏头看凤晴，表情是震惊的，眼神却是深不可测。大小姐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看你没有喝酒。方瑶严肃地道，我是没有喝酒，我很清醒的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了，嫁人我不能嫁人，除非我不用接管凤氏家族，那样才能像个正常的女人那样嫁人生子。大小姐可以娶夫，我不想娶肯给我凤家当上门女婿的男人，能有多好？大都是像我爸那样的男人，这种男人我宁愿当一辈子的。老姑婆也不想嫁，郑华是他亲爸，他没有办法选择，但他孩子的爸他可以选择，让他选择，他是不会选亲爸这类型的男人。大小姐，方瑶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他想借个种生娃，他可以借，不过他想身体力行的借给他。你也不用着急回答，我又不急着生接班人，现在我都还是个接班人呢，等到我真的接管了凤氏家族再说这个问题吧。我想这2年内能有个结果的。真要我生个接班人，在35岁之前生，做试管婴儿。方瑶眼神深深的，是的，现在不着急，给他一点时间。他慢慢俘获了他的芳心，他们俩结成夫妻，就能顺理成章的生接班人了。全能助理一般情况下不允许结婚生子，想结婚生子，除非和自己要辅助的对象，也就是家主或者少主。方瑶对凤晴动了情，她想结婚，想要孩子，她只有一条路走到底，
那就是让凤晴爱上他，两个人成了夫妻，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归宿了。他会一辈子忠于凤晴。当然了，就算他和凤晴没有成为夫妻，他也一辈子忠于凤晴。他若幸福，哪怕不是和他在一起，他也会祝福他。他就默默地跟在他的身边，为他办事，保护他，看着他幸福快乐，他也就幸福了。那就等以后再说吧。若是大小姐用得着我，我很乐意为大小姐服务。凤晴笑，别把自己说得像个牛郎似的。方瑶耳朵染红了。方先生，你们是不是从来都不谈感情的？我就是问了你这个问题，你耳朵都羞红了。在感情上，你肯定是一张白纸。方瑶重新开车，边开着车边说道：我们什么都学，就是不涉足感情。哎，是人的一种天生本能，这个不用学。他对其他女性绝对的狼心如铁，但对凤晴他就没有那种心狠了。可能是知道自己若动情，只能爱上自己的主人吧，所以他的感情不对凤晴设防。朝夕相处过后，他的心里便有了凤晴的倩影，不求有回报，能让他默默地爱着她，守护着她，就心满意足。当然了，能有回报就更好。挺好的，爱情美好，但也伤人。要是都像海童和战印、海玲和陆总那样的爱情，倒是让人期待。方瑶温沉的到大小姐以后，也能遇到全心全意为你的男人。凤晴静静地看着他，不说话。方瑶镇定地开车，猜到凤晴是知道了他的心思，他像个没事人似的。方先生，如果我不能接管凤氏家族，你还能一直留在我身边的吗？大小姐怎么还问这种傻瓜问题？我们这种人一出师，一生只是一主，不管凤晴能不能上位，他被安排到了凤晴的身边，这辈子都会跟着凤晴。就算凤晴成了乞丐，要去街边乞讨，他也会跟着凤晴一起去街边乞讨，这辈子不离不弃。凤晴身子往后靠在车椅背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他还怕自己不接管凤氏家族，方瑶会离开他，去给真正的家主当全能助理呢。还好，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他。海玲打电话给商太太，等商太太接听电话后，他将凤晴跟他说的话告诉了商太太。大姨，凤家主出远门去见的故人，会不会是我外婆的那位全能助理？他们也想到过寻找那位全能助理，只是他们都不认识对方，人海茫茫的，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人。商太太小时候倒是见过对方，但都几十年过去了，商太太对母亲身边的那位叔叔也没有印象了，只知道对方很高大，会功夫，很能打的那种，对母亲非常忠心，也是随叫随到的那种。除此之外，商太太想不起与对方有关的事情了。商太太想了想，说道：也有可能，能让他出远门去见上一面的，还真有可能是他。他二姨肯定记得他母亲的助理。海玲去了江城后，打听到凤家主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寻找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据说是他外婆身边的人。海玲猜测对方可能知道当年的阴谋，在他外婆一家人都死后，生怕会被灭口，可能带着一些有用的证据逃离了江城，自使下落不明。否则凤家主不会几十年如一日寻找着他。我等下跟战印说一下，让他跟苏家那边通通气，由苏家安排人跟踪凤家主。他们的人擅长此道，神出鬼没的，比我们的人更适合跟踪。凤家主要去见的若真是上任家主的助理，他肯定也会防着被人跟踪的。一般的侦探或者保镖跟踪凤家主的话，很容易被他发现，打草惊蛇了。若被凤家主发现，他就会怀疑凤晴泄露了他的行踪。这件事凤家主只告诉了亲生女儿。那大姨赶紧跟战印说说，我这里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
不会派人跟踪打听。海玲，你是对的，我们明面上不要动，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也有可能是凤家主试探凤晴的，就算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他也未必会100%的信任。商太太怀疑凤家主此举还有可能试探凤晴。凤晴是他亲生女儿没错，但凤晴不在他身边长大，最主要是凤晴还有良知，三观比较正，这让凤家主认为亲生女儿未必会和他一条心。若有证据证明他害死了姐妹，凤晴99%会大义灭亲，亲手将他送进监狱里去。海玲没有想到这一层，她惊出一身冷汗，说到那凤晴会有危险吗？凤晴只跟你说了，没有再告诉别人不会有危险的。商太太安抚海玲不用担心凤晴，虎毒不食儿，我那个二姨就只有凤晴一个女儿，她再毒也不会要了凤晴的命，顶多就是没那么快让凤晴接班，所以我们的人都不要动。商太太说道，我们盯着凤家主，他肯定也派了人盯着我们的，不过凤家主的人怕是很难盯得牢他们这些人，管城可是他们这几大家族的地盘，岂容凤家主伸那么长的手盯着他们？在海童和战印办婚礼时，凤家主过来喝喜酒，留了人在管城，就被战印拔了。之后凤家主就很小心了，现在想来还有人就是藏得很隐秘了，都不敢冒头，一冒头就会被拔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凤家主想知道商太太等人的近况，就显得相当的困难。大姨，我知道了，洋洋和东明回来了。商太太换了一个话题，晚上的飞机，两个人都说要陪我吃过晚饭再回去。海玲颇是无奈地道，东明比洋洋更不想回去，洋洋还记着明天上幼儿园的事。陆东明都不管陆氏集团有没有龙头老大在位，他只想陪着海玲。商太太笑道，那让他留在那边陪陪你，让保镖带着洋洋回来。他又不放心，我说洋洋也快放寒假了，等放寒假我都回家了，也不用多长时间就能天天见面。他等到你答应很不容易，此刻他对你才是真正的陷入热恋之中，舍不得很正常，哈哈。商太太爽朗的笑，笑得电话那边的海玲脸红耳赤的。大姨，我去帮洋洋收拾东西了。凤晴过来吃饭，又给他买了玩具，新衣服，他的玩具太多太多了，多到都要没地方可以塞放，洋洋也玩不了那么多。海玲找了个借口结束了通话，手机从耳边移开，他捏着手机转身，看着陪洋洋玩的陆东明，大家都喜欢调侃他和陆东明了。他走过去，在一大一小的旁边坐下，含笑看着儿子，问儿子洋洋，我们过年和陆叔叔一起过好不好？洋洋反问陆叔叔不和我们一起过年和谁过？儿子早就将陆东明看成了一家人，习惯了彼此。他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，看着陆东明，问他年前在民政局放假之前，我赶回去，咱们可以去办结婚手续，先领证，等你的腿伤完全康复了，咱们再办婚礼，你意思如何？陆东明否定了他的安排。海玲，我不想默默的领证，我想向你求婚，你答应我了，我们再去领证结婚。现在我能走几步路，但是单膝下跪求婚，对我来说还有点难度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今年不行，明年上半年肯定行的。现在离过年不远了，他在努力做康复，也无法在过年期间行动自如，只能让他再等一等了。总之，他不会委屈海玲的，别人有的海玲都会有，海玲有的别人不一定有。海玲轻轻地说道，我是个离婚女人，嫁你属于二婚了，其实可以省去很多程序的。不，我不管你是几婚，你嫁给我，就是我要珍视一生的人，我绝不让你受委屈。他握住了海玲的手，温沉地请求海玲，再给我几个月的时间，好吗？
与他对视了片刻后，海玲点头，主动微靠在他的肩膀上。洋洋抬头看了两个人一眼，又继续玩他的玩具。海玲回过神来，赶紧和陆东明分开，幸好没有做儿童不宜的事，都忽略了洋洋这盏大灯泡。洋洋，我不是小灯泡吗？还没有长大呢，怎么就成了大灯泡？商太太的猜测没有错，凤家主在凤晴离开家门后就回来了，他并没有走远，只是给女儿一个假象，让女儿以为他已经外出。回来后，他便将自己关在书房里老半天，直到傍晚了，他的助理敲开了他的书房门。助理进了书房，看到他背对着书房门口，站在窗前，一手环腰，一手夹着一根烟。书房里烟草味很浓，他一个下午都在抽烟。助理关上了书房门，走到他的身后，轻轻地叫着家主：“阿晴去见了海玲吧。大小姐是去了丰泽大酒店，请海玲和陆东明吃饭，还给陆东明和周阳送了些见面礼。他们说了什么吗？这个不知道，在战家的地盘上，我不方便靠近他们吃饭的雅间。”助理答道。不过在大小姐离开后，海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现在正送着陆东明和周阳去机场，他们俩今晚飞回莞城，明天周一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，上班的该上班，上学的该上学了。陆东明和周阳自然要回莞城。阿晴后来去了哪里？跟方先生去了江城最大的室内游乐场所。凤家主，他去那里做什么？玩得很开心，适合他玩的项目他都去玩了。凤家主脸色稍霁，轻笑的道：“这孩子可能小时候没有去过游乐场吧，现在补回来。”想到亲生女儿在那家人里遭受到的欺凌虐待，凤家主忽然就恨了凤若。凤若还好意思怨怪他们，也不想想他的亲生父母是怎么对待凤晴的。凤若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别说儿童游乐场了，就是出国游玩都不知道去了多少次。凤晴呢，现在才有机会去儿童游乐场玩。大小姐以前过的日子太苦，助理话里也有着对凤晴的心疼。她是一直不喜欢凤若的，以前不知道凤若是假千金，她想着那是未来的少主，多少都要给面子的，她就死死压抑着对凤若的不喜，不敢流露出半点。在真假千金曝出来后，她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凤若不是家主的亲生女儿，怪不得她会那般不喜凤若。是呀，那孩子是过得太苦，却也养成了坚强的性格，有得有失吧，这样子的她是比凤若好很多的。助理恩着，他没有告诉家主，大小姐在回凤家之前已经自己创业成功，名下有近亿的资产。大小姐不愧是凤家的血脉啊，在对她非常不公平的环境下，她都能够一点点的爬站起来。有些事情家主不问，她就不说。凤若现在哪里？在明流院，大少爷在那里买了一套公寓给她住着。凤家主眼神一沉，神色也冷下来，他冷冷的道：“一帆真是我的好大儿呀，我说过的话他当成耳边风。大少爷这2晚都在那里过夜。”助理从西装外套的暗袋里拿出了一叠相片，他将那叠相片递给凤家主，轻声说道：“家主，这是我拍到的相片，我在大少爷买的房子对面租了房子，窗口正对着大少爷买的房子，用了最好像素的手机拍的照，晒了这些相片出来。”凤家主抽了2口烟，说道：“先放我的书桌上，我等会儿再看。”助理恭敬地应着，转身走到书桌前，将那些相片放到桌面上。过2天我出远门时，看看有没有人跟踪我。是。凤家主又抽了2口烟，吐出了烟雾后，朝助理摆摆手，示意他可以出去了。出远门要见故人是真，也是试探一下女儿是否跟他一条心的。他去见的那个人也未必是他的故人，他只是去确认一下真假。
阿晴，希望你不要背叛妈，我们可是亲母女啊。凤家主低喃着，挖了个坑让女儿跳。他是很怕女儿真的往下跳，若是母女俩不能一条心，他该怎么办？他就一个女儿呀。凤家主长长的叹了口气，离开了窗前，走回到书桌前坐下，将烟头扔在烟灰缸里。他才拿起那叠相片，看完了那些相片后，他愤怒地将相片往半空中一扔，那些相片犹如天女散花一般，散落的到处都是。相片都是一些郑一帆和凤若的亲热照，还有郑一帆的2个弟弟偶尔也会出现在明流院的公寓里，每次过去都提着大包小包的，不用问也知道他们是给凤若买东西过去。凤家主气的心口都发痛，同时又恨极了凤若。凤若和郑华可以说是遭到算计的，他只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，所以无法再容忍凤若留在凤家大宅。他给凤若的一切，他也要了回来。凤若可以怨他怪他，谁叫凤若不是他亲生女儿呢？其实只要凤若在事情发生时就决定离开管城，他还会让助理给凤若送去一笔钱，保证凤若今后的生活。凤若没有，反而要报复他。凤家主冷笑凤若，我本想留你一条活路，你不珍惜，非要走黄泉路，就休怪我无情无义了。他连亲姐妹都能灭了，还灭不了一个凤若。想弄死凤若，又让人查不到他头上来，他多的是办法。郑一帆，你兄弟3个8辈子没有见过女人吗？最让凤家主难过的是3个儿子的表现。他们虽说不能接管凤氏一族，但他也没有亏待过3个儿子，力排众议，早早就在公司里给3个儿子安排好职位，他们在公司里捞点钱，他也是睁只眼闭只眼，给他们挑选的妻子与郑家算得上门当户对，应该说郑家还高攀了亲家的，毕竟他们是郑家的子孙。他给儿子们娶妻，就只能按照郑家的门庭去挑选儿媳妇的人选。在江城，谁都知道凤家是女儿接班的，凤家的儿子想娶真正的豪门千金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只能娶些家里有资产，但还算不上豪门的有钱人家的女儿。凤家主也为3个儿子的未来铺了不少路，他们在外面有属于自己的小生意，赚不赚钱，他这个当妈的都帮着兜底。可是他们还是让他失望了。3个儿子除了在凤氏集团混得开，那是因为有他这个当妈的当家罩着他们，在外面创业总是亏本，他给儿子们兜底，也亏了不少的钱。离开了凤氏集团，凤家主感觉3个儿子用不了2年就能破产欠债，怪不得凤家都是让女儿接班，儿子们真不是经商的料，明明接受一样的教育，他们自己创业，始终是差点运气，能够正常运营的就很不错了，鲜少有能做起来的。事业上让他失望，连私生活也让他失望。他3个儿媳妇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样貌有样貌，就算生了孩子也很注意保养身材。娘家条件不差，他们各方面都拿得出手，那兄弟3个还要在外面养女人，上次被他教训了一回后，是跟外面的女人断了，现在却又被凤若勾了去，就算是凤若有意的，也要他们上钩才行。这种事一个手巴掌拍不响，说不定他们在知道凤若不是亲妹妹，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后，就对凤若有点想法了呢。也怪不得他们对凤晴这个亲妹妹始终都好不起来，他们都被凤若勾了魂。凤家主又点燃了一根烟，坐在椅子上吞云吐雾的，接连抽了2根烟。凤家主才打了那线电话给管家，吩咐着管家大少奶奶回来了吗？叫他来书房见我。管家答道大少奶奶刚送孙少爷和孙小姐回学校，可能要晚一点才能回来。周日傍晚是大家送孩子回学校的时候，路上容易堵车，
凤家主的孙辈读的都是寄宿学校，周五晚上回来，周日下午送回学校。只有最小的2个在上幼儿园，那是老3的孩子。不过2个孩子平时都是住在外婆家里，三少奶奶的娘家离幼儿园很近，孩子们住在娘家，上幼儿园方便。最小的2个孙辈住在亲家家里，凤家主是每个月定时给亲家打一笔钱，当做孙辈的生活费。他回来了就让他上楼来见我。好，家主，到饭点了。管家提醒着凤家主。凤家主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我没有胃口，丈夫、儿女都不在身边，她一个人吃得不香，而且心情不好，就更加不想吃了。家主中午就吃得少，这么久了，怎么也要吃一点的，不想吃。”说完，凤家主就挂断了那线电话。管家只能叹气。不久后，凤晴回来了，方瑶送她回来的。她一边手拿着一大团的，一边手拿着2串冰糖葫芦。方瑶的车子直接驶进了凤家大宅，驶到了主屋门口才停下来。大小姐到了。方瑶偏头含笑看着凤晴。在室内游乐场所玩了几个小时的凤晴，让她看到了她孩子气的一面。她说她小时候从来没有过游乐场，也没有去过动物园。一句话，养父母从来不会带她出门游玩，他们去玩只会带着他们亲生的儿子去。她现在补回来，小孩子喜欢买的冰糖葫芦她也买了。要不要进去喝杯水，或者用过了晚饭再回去？凤晴问着她。方瑶很想，但还是婉拒了。她说道：“我回去自己下碗面条吃就行，不进去了。”她留意到家主的专用车辆停在院子里的露天停车场。家主在家，她不能留下来吃饭，毕竟在这栋大别墅里，当家做主的人还不是她的大小姐，而是家主。就吃碗面条吗？别亏待自己的胃。要是生活费不够，跟我说，我给你加点生活费。凤晴打趣地笑道。方瑶笑我不差钱，只是晚上不想吃太多，吃太好免得长胖就不帅了，比不过外面那些帅男人。他还怎么让大小姐爱上他？大小姐快进去吧，我回去了，有什么事再联系。凤晴嗯了一声，向他说了声再见，便扭身往屋里走。方瑶目送着他进了屋，才驾车后退，退到空旷的地方，再调转车头出去。凤晴进了屋，屋里亮着灯，但是大厅里没有人。母亲的车子不是在家里吗？怎么不见人的？凤晴边舔吃着，边走到沙发前坐下。管家进来，走到他的身旁，看到他在吃那么大团的，管家的嘴角抽了抽，